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我婆婆总是听不懂我说话。我老公说吃鱼，他蒸了1礼拜的鱼。我公公说青菜好吃，他炒了3天的青菜。我说我除了猪肉大葱馅的，其他都吃。他包了400个猪肉大葱的饺子，装满了整整一冰箱。哦，原来他只是听不懂我说话。我婆婆听不懂我说话这件事情，我是经过几次实验得出的结论。咱正儿八经的理科生还是比较严谨的。前一阵我刚做了息肉的手术，医生当着全家的面说了，这种病很容易复发，建议不吃发物。我婆婆还在一旁问道：“哪些是发物啊？”医生说道：“就寻常那些啊，比如这个季节的茄子是不能吃的。具体的回头我写在医嘱里，记得看一下。”我老公当时还在旁边捣鼓我，看我妈多关心你。从那天以后，家里顿顿都有茄子，我不吃它还要在旁边一个劲的劝：“西西，我买的这个茄子特别好吃，是人家自己种的，不是大棚里那种。”我看了眼埋头吃饭的老公，说道：“妈，秋茄子是发物，最好不要吃。”过了一会，他看我一筷子都没夹，又劝道：“这个茄子我做了酸甜口的，我记得你可爱吃糖醋味的了，尝尝看嘛。”老公张轩还在吭哧吭哧的吃饭，我又说了句：“妈，我不能吃。”最后他看我实在没吃，直接上手夹了一筷子放我碗里。你看张轩吃得多欢，你再不吃就没有了。我筷子一摔就下桌了，我婆婆险些当场流泪。她向她儿子哭诉照顾我们多少不容易。我老公一口气喝完碗里的汤，才说道：“你明明知道他不能吃茄子，还非要做，人家能乐意吗？”哦，原来他不聋也不瞎，差点误会了。再来说，前几天我加了通宵的班，早上回家吃一大家子正吃早饭，我没什么胃口就没吃，当着所有人面说了句：“我睡觉去了。”直接起来吃晚饭，都别叫我呀。结果我睡得正香呢，敲门声就响起了。我把头蒙在被子里，假装听不见，想着等会就不敲了。谁知道外面越敲越带劲，大有我不开门誓不罢休之意。我还听见我公公在客厅说话的声音：“孩子在睡觉，不是叫你不要喊了吗？”我婆婆嗨了一声，道：“他都没吃早饭呢，就这样睡了，一点都不健康。”我刚下了馄饨，叫他起来吃一点。我被吵得头疼死了，拿起手机一看，早上10点。我7点半才进房间，他还一边敲一边喊：“西西啊，妈做了你最爱吃的小馄饨，咱吃过再睡吧，快起来呀！西西，你这胃里都是空的，等会起来能好受吗？听妈的话，妈总不能害你吧？西西，西西，老头子，你去找把钥匙，这孩子别饿晕过去了。”我被吵得没脾气。门一开，看到我公公那关切又带有慈爱的眼神，一肚子火也没好意思发。我认命地坐在餐桌上，吃了一口馄饨，刚吃下去，我就呸的一口全吐出来了。好家伙，猪肉大葱馅的馄饨！我拍了张照片发给张轩：“你妈10点喊我起来吃大葱馅的馄饨。”张轩回复得很快，哈哈，我妈肯定忘记了，好心办坏事了。但是妈妈做饭了，你还是要适当表示下感谢的。我谢谢你全家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我这人对西梅、杨梅这类水平特别敏感，只要稍微沾上点汁水就会拉肚子，所以我平时对这些水果都是碰都不碰的。昨天刚一进家门，我就瞧见我老婆婆拎着一篮子杨梅进来了，喜滋滋地对我说：“西西，新鲜的杨梅，刚刚才从车上下来，我就去挑了一篮子，妈喜给你尝尝。”我老公凑上来说了句：“好像是不错。”我没多说什么，
我相信这个家里没人不知道我不能吃这玩意。曾经有那么一回，我不小心喝了口杨梅汁，拉稀拉了3天都没止住，人都虚脱了，最后去医院挂了3天水才好。我婆婆吃饭的时候就把那杨梅放在餐桌上，我公公回来后看到了，立刻端回厨房里。等我回到餐桌上的时候，又被端了上来。哎，怎么还在这？西西不能挨这玩意。我老婆婆啧了一声道：“那杨梅汁里面都是防腐剂，不新鲜的喝了肯定拉肚子。我这不一样，我这刚从果园回来的。”我把碗拿离远了些，说道：“更新鲜的也吃过，越新鲜就越不舒服。妈，你们吃吧。”我婆婆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受罪哦，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吃不了？”等到吃完饭，全家都坐在一起看电视时，我婆婆端出一杯温水递给我，我看那颜色有点发紫，便好奇地问道：“这里面是加了什么？养生的吗？”我婆婆立马道：“杨梅泡的水，杨梅你不能吃，泡得水你总能喝吧？”我实在不懂，她为什么就是听不懂人说话呢？可她又分明能听懂她儿子和她老公说的话。我没喝那杯水，可还是拉了3天的肚子。我严防死手下还是百密一疏，他用装杨梅的碗给我带饭菜了。毫不知情的我，干完了一整份，正巧公司来人巡视，频繁的上厕所，生生的影响了我的工作。领导勒令我3天内去总部述职，这下我是真的不能忍了。我那天回到家，看到张轩还在吃杨梅，我上去就把那一碗全倒了，他顿时就跳脚了，从沙发上窜起来，问我什么意思。明天我要去总部述职，机票和住宿自理，季度奖金也减半了，这2个月的房贷我不出了。张轩前几年上岸了公务员，他妈妈因此还想拿捏我一番的，哪曾想到他儿子稳定是稳定，但稳定的不高，公积金倒是实缴，关键根本没多少。每个月房贷还要自己贴6000，而我在外企做成本会计，福利和待遇都是顶尖的，所以我嫁过来这几年，家里的开销大部分都是我在出，连张轩的这套婚房是我一直帮忙在供的。他听到这立马急了，他那到手刚好5000的工资，根本还不了房贷，怎么会突然要述职，又怎么会奖金减半的呀？我把包扔在桌子上，冲着张轩喊了句：“你去问问你妈做了什么呗。”我婆婆正巧打开厨房门，听到这一句，二话没说开始哭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诉说自己把张轩拉扯大多么不容易，结婚了还要上赶着伺候儿媳，结果还不落个好，哭的那凄惨样子，还以为我公公亏待她了。可据我所知，我公公是10里8村公认的好男人，不仅顾家还能挣钱，不然张轩买这套房的首付以及跟我结婚的钱哪里来的？我婆婆可是1天班也没上过的，我可不吃她这一套。妈，你别说的，我好像白让你伺候了。当时我妈说让我家保姆来做饭，你说不用不用，把保姆的钱给你就行，你来做，我每个月都给你打4000块生活费的。我婆婆还在哭哭啼啼的，我老公在一旁小声的又是哄又是安慰：“行了，难道你准备给点生活费就在我家当公主啊？公主吃毒苹果晕倒了，我喝杨梅汁降心了，确实同病相怜。”我老公听到降心还是有点着急，他问道：“真扣钱了？怎么会呢？”我婆婆自从听到我说杨梅汁之后，表情就有点不自然了，眼神一闪一闪的，心虚得很。对呀，你问问你妈，是不是拿装杨梅的碗给我装饭了？见他儿子也看着他，他有点不高兴道：“吃完水果的碗都是干净的，我就懒得洗了。我一共装了2份饭，
谁知道你就刚好拿了那一碗呢？张轩不解道：妈，饭不是你装进去的吗？我跟西西的饭包也不一样啊。哎呀，那我肯定是记错了吗？难道我还会故意拿着那个碗给他用吗？再说了，哪有人这么敏感的，碰到点汁就不行了？退一万步说，咱不是为了省点水吗？哪知道他就那样了。张轩听完之后还觉得挺合理，于是对着我说了句：妈也不是故意的，出发点是好的嘛，下次咱们都再注意点就行了。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这娘俩一唱一和的，慢条斯理地说道：我理解。等张轩明显松了一口气后，我接着说道：但我这几个收入被削减，不能帮你还贷款了，也希望你理解一下。还有妈，你的生活费这几个月让你儿子付给你。说完这两句，我脚一抬回房间了，留下张轩一声哀嚎似的：妈，你看你，你看，刀子挨在谁身上，谁才知道痛。那我们就比一比，到底谁才会最痛好了。这次的经济制裁倒让我老婆婆消停了不少日子，她不再针对我做些什么。但面对我老公和她老公时，总忍不住抱怨，不是今天想去按摩的没舍得办卡，就是昨天去了家理发店人家宰客。我老公公不解道：我不是刚给了你5000块钱，你该用用啊，那哪里够啊？人家充个卡就得8000。张轩也跟着附和，还挺贵。我点了点头，倒是挺贵。我这次扣的钱刚好够你办5张卡。他终于住嘴了，张轩也终于不附和了。这太平盛世是我想要的，结果2个月还没到，张轩开始在我面前哭穷，问我能不能支援他一点。西西，这个月房贷你能出一下吗？我真快顶不住吧。我爸都支援我5000了，我实在开不了口了。我盯着他看了许久，我实在想不通，这么窝囊的男人，我当初是怎么看上他的？我记得我刚认识他的时候，他还在互联网行业做得风生水起。当时我爸还说这行业好，有前景，将来不愁养不起家。一转眼他就给辞了，因为他妈妈说公务员好，考上公务员回老家也有面子。于是他脱产备考了2年，考上了现在的单位，开始了入不敷出的日子。我爸又说也行，公务员稳定啊，将来你工作有点变动，他也能撑一撑你。他能不能撑一撑我，我不知道，但我现在还挺烦他的。交房贷也行，你能保证你妈不要再作怪吗？他撇了撇嘴说道：不至于，不至于，我上次已经跟他深刻的交谈过了，他肯定不会再犯了。他最好是，真不是我不信任他，只是这老太太惯会搞事，也不是1次2次了。我老公的亲哥哥已经被他逼得带着儿子和媳妇躲到新疆去了。张轩的哥哥张成比他大4岁，早些年娶了个新疆女孩，想着和和美美的过日子。本来单独过其实也没什么，可坏就坏在俩人结婚没多久，我那大嫂就怀孕了。这下好了，我老婆婆名正言顺地借着照顾她的名义，强势地介入她的生活，说了不能闻味道大的东西。人家一个榴莲一个榴莲的往家搬，都说吃这个好，吃这个常态。妈平时都不舍得吃的，说了有15斋戒的习惯，到了那一天，她能做出8样头，那都是以前人的老黄历了。现在谁还斋戒？而且你还怀孕呢，饿着对孩子也不好啊。说了内衣裤可以自己洗，她非要给你放在洗衣机里一起搅了。哎呀，专家都说了，洗衣机是最干净的，比手洗要干净得多。到了孕晚期，嫂子说妊娠期血糖有点高，不要能吃糖分高的水果。由于我公公是糖尿病患者，所以全家都懂这个。结果我老婆婆就是要买2个哈密瓜回来切了，劝我嫂子吃。妈，医生叫我控糖了。
这个我不吃，你尝尝看，这个真的好吃，这个太甜了，不能吃。我婆婆当时脸不红心不跳的来了句：这是特意从新疆带回来的哈密瓜，一点都不甜的，你尝尝看。我嫂子当场就炸了。你跟一个新疆人说新疆的哈密瓜不甜，这还不是最绝的。等我嫂子剖宫产生了儿子后，医生也是交代不要吃生姜、大蒜等辛辣刺激的食物，怕刀口增生。结果那鱼汤里的生姜都快比鱼多了，炒蔬菜里面放了大把大把的蒜。大哥臭骂了好几次后，终于看不见了。你以为这就结束了？不，只是你看不见了。人家做好之后，把生姜和蒜都挑了出来，1个月不到，嫂子的刀口就增生了。等宝宝长到6个月能加辅食的时候，发现麦麸过敏，第1次吃米糊的时候就进了抢救室。从那以后，嫂子就明令禁止，千万不能让她吃任何含有面粉的东西。但我老婆婆就是不信邪，偷摸着就要喂，被嫂子拦下好几回，还要辩解说就一点点，这辈子都没吃过面粉，多可怜啊！咱们北方人怎么能不吃面粉呢？我还没听说谁吃面粉吃死掉了呢。也许是这个死字彻底激怒了嫂子，她在家发疯，又哭又闹，以跳楼威胁要离婚。最后是大哥给她下跪了，并答应立刻跟她一起回新疆生活，这才消停。等大哥大嫂去新疆生活了之后，家里只剩下我老公和他爸妈了。他们应该是在一起过了一段相当不错的日子，直到我嫁了进来，一开始也没有一起生活。我跟张轩搬进了他爸妈为他准备的婚房，每个月去他们那吃2次饭，几乎每一次去之前都会问我想吃什么，然后从来没有在他家饭桌上吃到过。不是哎呀，今天我去看了，小排一点都不好，就没买了。就是虾涨价了喂，1斤虾好买3斤鱼了。算了算了，再不然就是这个菜我不会做的，回头让你妈妈做给你吃。后来我就学聪明了，我把我想吃的告诉张轩，就说是他要吃的。回回都吃上了，包括上回我故意说了个佛跳墙，他妈硬是在家捣鼓了1礼拜，还真让我吃上了。后来我妈看我和张轩都不会做饭，准备把家里的保姆让给我，我老婆婆才跳出来说要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，帮我们做饭。我早就听张轩嫂子说过她的光辉事迹，根本就不想跟她一起，结果是我老公公出面说服我，他一直对我挺好，我不愿意服了他的面子，加上我爸妈又一直说和，我只好答应了。没想到这就是我糟糕生活的开始了，我后悔死了。现在每天满脑子都是怎么逃离这样的生活，我实在受够了每天鸡同鸭讲以及不作为的丈夫。在这之前，我完全没发现张轩是这样一个没有担当的男人，他把我和婆婆之间的所有矛盾都独立在跟他之外，每次发生争端的时候，他都会先隐身，等到装不下去的时候再来当个理中客或者是端水侠，不是劝我冷静一点，就是劝他妈少说2句，顺带再道德绑架我一下，然后他还继续美美的过着妈宝男的生活。我只能说长得丑想得美。我妈听说我在张轩家受了委屈，气得1蹦3尺高，不管3七21说要去会会这个老巫婆。我爸发挥了他家庭主心骨的作用，先安抚了我妈妈，然后又语重心长地跟我说，其实张轩这个人还好的，主要问题是出在他妈妈身上。我建议你跟他好好聊一聊，或者你带到家里来，我跟他说道，不要一着急上火就要离婚。看到爸爸妈妈期待和关切的眼神，我实在不好直截了当地说，我就是不想跟这个人过了，毕竟当初这人也是我自己挑的，还是有点不甘心吧。
毕竟以前跟他妈妈分开住的时候，我俩也挺好的。结果这边想着先忍耐一番，等回去之后跟张轩商量分开住的事情，那边张轩他妈妈又开始作妖了。我跟张轩正在外面吃饭呢，他先给我打来电话：西西呀，你给我买的那个电动车怎么好像充不进去电了？我一边吃饭一边回他那你推到小区门口的店里，我在那买的，你让他看一下。他像是没听见似的，继续对着手机说道：他为什么充不进去电啊？西西，你是不是买的不对呀？他有几个电池来着？妈，我也不是修电动车的，您推到门口让专业的人看下就完事了。哎呀，你说是不是充电器坏了哦？我去物业借个充电器来看看。我有点不耐烦到你问我也不知道的。你推过去让人家帮你看看。他还在那边说道：我看这灯是绿的，应该没坏吧？但为什么就是充不上电呢？在我快要崩溃之前，他挂断了电话。坐在我对面的张轩的电话又响了。张轩刚刚目睹了全过程，此刻也有点控制不住情绪了。他妈刚说完，他就回答道：拖到小区门口，那家店可以修。我清楚地听见他在那边说道：哎呀，早讲啊！我刚刚问了西西，他半天也说不明白，不然我不早修好了。张轩有点尴尬地挂了电话，说道：估计刚刚就是没听清楚，我一喊他就听见了。下次你说话别那么小声，他听不清，等会做的不对你又埋怨他。看来还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才有效果，不然永远这么疼不痒的，永远都不会有改变。这就赶巧了，正好张轩要升职了。张轩在这个岗位已经苦熬了5年了，这次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晋升，他一直很谨慎，谁都不敢告诉，连他妈妈都三缄其口。更巧的是，我也要升职了。上次去述职，领导对我的表现很满意，打算破格提拔我。我在家里接了个电话，正巧聊到这个事，于是我婆婆便跑来问我，我顺势就承认了。是的，公示期7到15天，等过了这段时间就能入职了。妈，你千万别告诉任何人呐！哎呦，我又不出门见人的，我能告诉谁？对了，你大姨他们也不能说吗？我摇了摇头，特别严肃地说道：不能哦妈，万一被有心人知道了，去我公司故意使坏，那可就升不了职了。那你舅舅呢？我压着耐性说道：任何人都不能说哈，舅舅难道不是人吗？我话的这样难听又严重，可第2天晚上在饭桌上，他异常兴奋地说：哎呀，西西，妈太高兴了，忍不住把你要升职的事情告诉你大舅他们了，他们都为你开心呢，都是张轩娶你，真是娶到宝了。张轩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照例没说话。我筷子一扔，就发起火来。我昨天不是跟您说了吗？不要告诉任何人。你是听不懂我说话吗？为什么转头就告诉别人？哎，你舅舅能算别人吗？那是张轩除了爸妈之外最亲的亲人了。你升职，大家都为你高兴的呀。等你公示期一过，到时候请大家吃个饭就行了。你舅舅说了，等级也不用太高，香香酒楼就可以。香香酒楼一桌起步就得6000块，还真敢开口。张轩听到公示期3个字，顿了一下，问我：你们公司也要公示，会有考察期吧？7天的样子。他若有所思地在桌边坐了一会，看着我跟他妈妈吵得人仰马翻，一句话也没说就进房间了。第2天回家他就发了疯，他一回来就冲进厨房跟他妈吵了起来。我回来的时候，2个人声音大的都要把房顶掀了。他爸爸着急地对我说：西西，你快来劝劝。张轩一回来就跟你妈吵起来了。我听半天也没听明白，这次不用我说什么，张轩对着我就吐槽道：
你前天是不是跟我妈说了你要升职的事情？估计她把考察期听成公示期了。回我舅舅那边一说，不知道被哪个杀千刀的，立马就猜出来是我要升职了。P 了几张照片发给我领导，说我私生活不检点。本来就4个人竞争一个岗的，领导问都没问，直接把我吓掉了。我婆婆满脸不服气的站在那，还要辩称。西西当时说的就是公示期呀，我不可能听错的。我望着她问道：“这重要吗？妈，就算是我说错了，那当时我有没有跟你说，千万别跟任何人说，怕节外生枝？”她嚷嚷道：“那我哪里知道是轩轩要升职啊？我要是知道是他，我打死也不会说的呀。”她说完这句之后，我公公都震惊了。他在一旁道：“难道是西西你就能出去胡咧咧了吗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孩子们的事情你不要掺和，你非要不听，现在惹出祸事来了吧？”我在一旁委屈万分道：“他哪里是不听别人说话，他就是单单听不懂我说话。他心里跟明镜似的，这话要是他儿子说的，他能当个圣旨遵守。我说的那就是放屁。我能不能升职加薪，对他来说根本不值一提。”我公公在一旁左右为难，一边是狂怒的儿子儿媳，一边是委屈的老婆。他长叹了一口气，坐在沙发上扶额。我婆婆还在哭诉中，这是她的拿手好戏，尤其是面对张轩的时候。所以说人就是做得多错得多。我弄给你们吃喝，给你们洗衣服，到头来还要埋怨我。我这个腰一天疼到晚，你们有哪一个问过我死活？全都是狼心狗肺的东西。我在这里家里一点话语权都没有，我就是个罪人。他声泪俱下，一边说一边还不忘观察张轩的反应。按理说平时不到这一步，张轩就会低头了，可这他完全失算了。他儿子气呼呼地站在那，他越说他脸色就越难看。他根本没想明白，他儿子从前那么宽容，这次这么计较是为了什么？当然是因为以前受到迫害的人是我，慷他人之慨，谁又不会呢？这次倒霉的人变成他自己了，他自然不会轻易原谅了。这千载难逢的升职机会，下一次再轮到他，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人到中年的职场，尤其是公务员，更是难上加难了。张轩起伏的胸口正说明着压抑的怒气，不知道这次他是否能够懂我的感受了。不过不重要了，感同身受本身就是不存在的。再说，像张轩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根本无法跟任何人共情，所以他说出的话也更伤人。只见他对着他那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母亲说道：“我总算知道我哥为什么要带着嫂子离开家里了。”这一句的分量可想而知。我公公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我婆婆停止了哭泣，她用颤抖着的双手指着我老公，骂道：“张轩，你讲的还算是人话吗？你跟你哥一样，都是畜生，为人子女，对父母不孝不顺，天理难容。我对你们不好吗？你跟你哥，我哪样不是面面俱到？到最后来，我倒成了大恶人了。”她又指着她老公说道：“你就惯会做好人，家里就我最坏。”她雨露均沾的骂我，还有你，许西西，你别以为自己挣2个臭钱，你爸妈有2个臭钱，就在我家嘚瑟。我告诉你，咱们老张家没你说话的份。大吵一架后的家里异常的安静，直到后半夜，有人砰砰地敲我们的门，公公的声音传来：“轩轩啊，你起来一下，你妈嘴好像张不开了。”张轩呼声比他爸说话的声音还大，我赶紧把他推醒了。一家人匆匆忙忙地跑去了医院，一看是智齿发炎了。过了几天消肿后，我婆婆就把那颗智齿拔掉了。那牙的位置不太好，拔的时候缝了好几针，半边脸都肿起来了，话都说不清楚，更别提吃东西了。
第一天晚上，我买了鸡爪，指着那鸡爪问我婆婆：妈，这是您喜欢的那家买的，吃俩？她摆了摆手道：我嘴巴张不开，吃不了，你吃吧。第二天晚上，我蒸了螃蟹，问我婆婆：这您总能吃了吧？她摇了摇头：你吃你吃，我真吃不了。张轩那天下班晚，带了点烤串做宵夜。我一边吃一边招呼我婆婆：妈，烤串呀，楼下老张的，您平时不可爱吃了。我婆婆把手中的杯子重重地放在了茶几上，走到我面前，口齿虽不清楚，但声音巨大道：许西西，你是不是存心的呀？你明明知道我吃不了，为什么要一个劲地撺掇我吃？是想看我笑话吗？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说话？昨天我就说了，我不吃，我不吃，我就说你这个小妮子，从来都不安好心，这下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？说完话，他可能是觉得牙疼，一直捂着嘴巴，眼神却一直恶狠狠地盯着我看，那样子仿佛要把我吃了。这次张轩总算没有和稀泥了，他望着他妈说道：之前你不就是这样对西西和嫂子的吗？嫂子说了孩子麦麸过敏不能吃，你非要喂；西西说了不能吃发物，息肉会复发。您做了1礼拜的秋茄子，西西说了不能挨杨梅，您非要用装杨梅的碗给他装饭。怎么事情到您身上了，您立刻就发飙了呢？你看，张轩什么都知道，他心里跟明镜似的，他明知道你生气，明知道你憋屈，他就是看你挣扎看难受，只要不伤害到他的利益，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当个哑巴。等他感受到切肤之痛时，他会化作最利的刀，把矛头直指那个伤害他的人。幸好我早已看透了他，或者说，其实我应该感谢我婆婆。她像是我这段婚姻的试金石，让我清楚明白自己身边的这个男人到底是怎样一个人。我想，我已经做好了离开的准备，我绝不能跟这样的男人蹉跎一辈子。这一生，我还有很多事情都没有经历过呢。我还没有怀过孕，还没有生过孩子，还没试着当一个好妈妈。这样多的阶段，我如果要跟眼前这个男人一起度过，我都不知道我会经历什么。我想，爸爸妈妈会理解我的。等忙完升职这段时间，我是时候要离开了，是时候要开始新的生活了。没过2天，好不容易牙消肿的老太太去做了个全身体检，查出来了13项异常，这一下可惊到她了，赶紧召集儿子儿媳和老伴开家庭会议，小辈一个没来，只有我这个倒霉蛋正好在家。我拿起那体检报告看了下，大毛病没有，小毛病一堆，最严重的是有个子宫肌瘤还挺大的，医生建议手术摘除掉，或者直接把子宫拿掉。老太太眼泪直流，诉说自己为这个家付出了许多，到老了生病居然无人问津。老大不接她电话，老大媳妇把她拉黑了，老二加班没回来。她对着我说道：西西，这次妈生病，你得请假下来照顾我吧。我老公公赶忙道：我请假吧，西西正事业上升期呢，请假不好。我婆婆朝他翻了个白眼：你去不方便，我不要你。妈，如果你觉得爸去不方便，那就请个女护工，叫你儿子出钱就是了。什么？我有儿有女的，凭什么请护工？见我没搭话，他指着我义愤填膺道：你从嫁进我家第1天起，我就把你当闺女看，没想到我一生病你就是这副嘴脸呐。许西西呀，果然是患难见真情啊。我老公公还在试图打圆场，西西刚刚升职啊，现在年轻人工作多不容易呀。我不管，他要是不请假照顾我，我就叫我儿子跟他离婚。不孝顺公婆的叫什么儿媳妇？在古代，他这种既不肯生孩子又不肯做家务的，不知道被休了多少次。
还能在我们这样的人家过好日子。我松开录音键，把这一段发给了张轩，然后当着他妈的面跟他发了语音：你妈让我跟你离婚，明早咱们民政局见。今晚我回我爸妈那边去了。我前脚刚到家，张轩后脚就到我家了。他陪着笑脸跟我爸妈说了许久的话，还伸手过来拉我，央着我跟他一起回家。他本来还信心满满，后来看着我一脸冷漠，他也有点不耐烦了。你到底还想怎么样呢？我都来给你道歉了，也亲自来接你了，难道你要我妈一个病人来跟你道歉啊？你不会以为我跟你提离婚是在你面前拿桥吧？张轩，你是不是对我也太不了解了？我说离婚就是真的离婚，你妈说的话只是一个契机而已。你不会真的以为我要跟你离婚完全是因为你妈吧？他拧着眉道：那还能因为什么？我妈那个人是不怎么好相处，但我后来不是一直站在你这边吗？你那是站在我这边吗？你那是因为你不能升职的气还没消呢，接着我的事情跟你妈撒火呢。等撒完火了呢，你跟你妈又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了。我呢，我就是个罪孽深重的，影响你们母子感情的恶人。张轩的声音高了起来。那你叫我怎么办？那是我妈，我哥已经不理她了，难道我也不理她？那不是逼死她了？我爸听到张轩的语气不太好，也有点不高兴了。行了，跑到我家来跟我女儿大小声了，你也太拿织机当回事了。你妈妈生病谈离婚确实不太合适，你先去医院照顾你妈妈吧，你跟西西也都冷静一下吧。张轩回家的当晚，我就把离婚协议发了过去，考虑好就签字。你妈出院，咱俩领证。过了好几日，我妈从医院看望张轩妈妈回来，她拉着我讲了好半天八卦。我去看了你婆婆，就你公公在那。我听隔壁床说，2个儿子儿媳一个都没去，电话都没打一个，有点凄凉的哦。听说还是把子宫拿掉了。医生都说到这个年纪了，拿掉反而比较保险。我妈看了我一眼，才继续说道：“在那跟我说你坏话呢。我说你在家的时候就被我养得娇滴滴了，总不能去他家吃苦的吧？”又过了几日，我妈神神秘秘地跑到我房间，听说你那个大嫂回来了，带着你大侄子去了病房，连哪个是他奶奶都不认识。给你老婆婆气的话都说不出来。你婆一开始还拿瞧呢，以为人家是来看她的，结果人家是来迁户口。因为你老公公在医院陪护没法回家，人家只好来病房拿钥匙。你大嫂一句话都没跟他说，一个眼神都没给他，说是看起来比杀人还冷酷。我跟这位传说中的大嫂只在网络上有过短暂的交流，听到他这种态度倒也不意外，毕竟他一直对儿子差点被喂面粉这件事耿耿于怀。他的原话是，第一次喂米户送进 ICU 的时候，张成妈就站旁边看着呢，很难怀疑他不是故意的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他的。张轩最近这几日总往我爸妈这边跑，我并不怎么搭理他，知道他来了我就加班，他什么时候走我什么时候回，所以一般最多到8点，我爸就会撵他滚蛋。你不走，西西都不回来，太晚了不安全，打电话一概不接，发信息只问他妈什么时候出院。他发长长的信息跟我忏悔，最后来了一句：“我为了你都没去医院看我妈，你还想要我怎么样？”太典型了，这男人明明是他怨恨他妈妈将他的生活搅得一团乱，自己不愿意面对他，却要把锅扣到我身上，太可笑了。越是时间长，越是经历事，才越能真正体现一个人的本质。我爸终于也不再为他说任何话，做任何解释了。他说：“离了吧，我女儿，离了谁都能过。”张轩妈妈可能是知道了什么，硬是在医院住到医生劝她回家。她在病房没别的事情做，
就整天打电话给我妈，一边诉苦一边劝说，希望我妈说服我千万别跟他儿子离婚。我家老大已经不理我了，轩轩要是再不理我，我还要不要活呀？你跟西西说，等我出院了，我上门给他道歉，给他磕头，给他下跪都没问题，千万不要跟轩轩离婚。他也在微信上给我留言，声泪俱下的跟我道歉，求我千万要给他儿子一个机会。发了2天我就把他拉黑了。过了没2天，他出院后跑到我家里来了，带着许多补品，坐在我家沙发上跟我妈说：“亲家母，今天西西不跟我回家，我就在你们家不走了。”我爸妈被他这个操作惊呆了，赶紧打电话给张轩，让他来接走他的瘟神母亲。张轩打来电话的时候，不耐烦已经冲出天际了：“你去西西家做什么？你又想干什么？我来帮你劝西西回家呀！你怎么这样子跟你妈妈说话？我的事情不用你管，你回家去吧，等我有空了去看你。”说到这他就哭了起来，有空。我住院到出院都半个多月了，我连个人影子都没见到。我不走，走了你跟西西就要离婚，离婚了你就更不会回家了。张轩被他气狠了，立刻道离，我马上就跟他离，你别待在别人家祸人了。本来以为还要有些波折的离婚，竟然因为他妈妈的搅局变得顺利起来。签字的时候，张轩还有点犹豫，可他又想到什么似的，飞快地签了字。临走时，他问我能不能拥抱下，我冲了摇了摇离婚证，大步走了。过了很久，张轩给我发信息，问我为什么不能像他嫂子跟着他哥那样坚定地跟着他。我没回他，他至今连这个问题都没想明白。婚姻这玩意，他是一辈子都过不明白的，就像他这永远升不上去的官职一样。他刻薄母亲的名声传了出去，连自己的母亲都不尊重的人，谁敢给他机会呢？后来我还听说，他妈妈因为见不到儿子，也见不到孙子，在家里整日整夜的哭坏了眼睛。不过我想这种日子他也是乐意过的，毕竟这种日子是他自己选的。前夫在官场苦苦挣扎，只为那5000块的工资；婆婆在家里夜夜啼哭，只为儿子的回首。我升职加薪，走上人生巅峰，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。下面我们来听第2个故事。结婚那天，新郎亲戚要搞婚闹，我奋力阻止，却被老公甩了一巴掌。他怒骂：“大喜日子你扫什么兴？”后来他说真的很喜欢我，我冷吃，可我也是真是很恶心你。我叫陈一桥，今年25岁，毕业后就回了老家，在银行工作，工资和上下班的时间都比较稳定。这天，我同事王姐喜滋滋地凑过来跟我讲悄悄话：“一桥妹子啊，姐这有个远方弟弟，那天看了我们聚会的照片，看上你了，就想跟你先做个朋友。这个朋友是干嘛的不言而喻。我们这种3线城市是这样的，一般自由恋爱的婚姻比较少，通过中间人介绍相亲，然后结婚的比较多。”我正想拒绝，王姐那双有点胖的手拉住我：“你先别急嘛，你不也没有男朋友吗？现在老大不小的了，其实也可以结婚了。”我有点不好意思：“王姐，其实我有男朋友的，我们也快要结婚了。前2天我请假就是为了去拍婚纱照。我之所以没让他们知道我有男朋友，一是因为他做的不是公务员这一类的工作，工资也不稳定，容易被他们嚼舌根；二是因为我怕指不定哪天分手了，也会被嚼舌根，索性只跟他们做同事，私事一律不说。我顺便将喜糖放在王姐手里：“王姐，到时候记得来玩啊。”王姐那双锐眼一眯，看着请柬上面的文字，笑得一脸暧昧：“哟，你男朋友真帅。我男朋友叫周谦，在大学的时候还是一表人才的。
不然我也看不上。但是最近几年应酬比较多，所以成了啤酒肚。我含糊着应了几句，还行吧，就那样。但他拉着我还在问，他家是啊，是我们家旁边的小县城。我跟周谦就是在老乡会上认识的，对，请柬上面都写了的。王姐声音瞬间小了下来，悄声道：“那你要不要去找几个那种卖的来给你做伴娘？”我乍一听就皱了眉，这人怎么怂恿我做这种事？我有闺蜜的，她们给我做伴娘，这些事情我们都安排好了的。然后转身就走了。事后我才知道，王姐这么问是有她的道理，而正是这场婚礼，才让我认识到周谦是个什么样的烂人。婚礼当天，我的3个伴娘在一旁帮我打扮，她们3个都是我的高中同学，都长得特别漂亮。秦苗苗笑道：“赶紧把婚鞋藏起来，别让周谦找到了。他是我们几个中最温婉的一个。”然而，在我结婚这天，他也表现得异常活跃。月山和吴恙也是，赶紧开始动作。周谦来接我的时候，伴娘们要堵门，周谦一个接着一个的红包塞进来，所有事情都发展得很顺利，日子确实喜庆。直到我被送进新房，苗苗他们被叫出去了，说是的习俗就是女方要在婚房里等着男方。外人都要出去。我闭目养神的时候，门外骤然传来几声凄厉的尖叫和一群男子的哄笑声。我察觉不对，就要出去看。走廊的尽头有一道门正开着，好几个男青年在门口堵着。啊，别碰我！但很快被几道邪恶的笑声掩盖，是苗苗的声音。我赶紧脱下繁复的绣鞋，跑过去。那是我这辈子最难以忘怀、最觉得屈辱的一幕。我当时血液不停上涌，气得浑身颤抖。苗苗被几个男的摁住手脚，不停地被占便宜，身上淡粉色的伴娘服也被撕得七七八八。压住他肩膀的男人我认识，是周谦的组长，叫袁桃，跟他平时关系很好。此时他正拿着一瓶酸奶灌进苗苗的喉咙，嘴里发出恶心的笑声：“喝，给老子喝！这女的好牛逼哦，这样都灌得下。美女666。”周围所有人都在看好戏，我冲进去，还有不少人拦我。我癫狂地发怒：“滚！都特么给老子滚！”人群安静了。我顺手拿过边上的花瓶，直接将它砸在了袁桃的头上，鲜血流淌下来。我用旁边的被单将苗苗裹住，眼泪夺眶而出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！”苗苗满脸的泪痕，还有刚才的屈辱痕迹，她满手的红印。拉住我：“吴恙，吴恙他们被带下去了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拿过桌上的水果刀，走。我受过良好的教育，有单纯的家庭环境，所以从来没有想过人可以不是人，是充满兽欲的蟒蛇。苗苗和我冲到楼下次卧的时候，才知道人可以毫无下限。吴恙和月山已经被按在地上，四周还有奶白色的酸奶，肆意地洒在了他们的身上。周围的地板上，吴恙衣衫不整地挣脱着起来。我从来没有见过他那么失态的时候。他一直是我们中最坚强的一个，平时我们还说他是女汉子，可是纵使他力气再大，也无法挣脱10几个成年男人的摆布。月山的身上趴了一个40多岁的男人，手正动作着，他已经哭得没有声音了。吴恙脸上尽是泪痕，疯狂地叫喊：“滚开，滚呐！”尽管他声嘶力竭，还坚定地扒开趴在月山身上的人，抱着月山护住痛哭的他。他们一直在哭，周围的男人却拿出了胶带，把他们嘴封上。哎呀，别呀，哭起来才好听呢，哈哈哈，哄堂大笑。还有几个男人甚至解开了肥腰上的皮带。卧室里站着很多人，但我看见了我最不想看到的周谦。他挂着看好戏的微笑站在一旁，
那双眼睛笑眯眯的，好像在跟周围的人讨论吴恙他们的惨状。尽管他穿着笔挺的西装，梳着正式的发型，但是那种油腻、恶心简直直击我的心底。我干呕了几秒，太恶心了，实在是太恶心了。我已经不知道我是怎么进去的，好像是我挥舞着水果刀，一下一下地让那群男人给我让出了空隙。滚开，都滚开！要是再过来，后果自负！我尖叫着，眼眶里的眼泪已经没有办法抑制住，啪嗒啪嗒地掉下来。我终于知道王姐为什么要那么问我。慌乱之下，好像刺伤了一个人的手臂。那个人想冲上来打我，被别人拦住了。我冷眼看着他：“你过来试试。”我余光瞥见苗苗已经将吴恙和月山扶了起来，周围的人看见情形不对，纷纷开始劝和：“嫂子，你不要太过激了，闹得越高兴越好呢。再说了，也没有对你伴娘做什么，怎么还动刀动枪的呀？一个人开了头，人潮里的汹涌声就会将你彻底的淹没。对呀，嫂子，你也太过分了。你都把人家弄见血了，这都可以告你故意伤害了。是啊是啊，本来大家都高高兴兴的，你这么一弄，七嘴八舌的，直到提到我的老公周谦，谦哥，你说句话呀，倒是又开始附和了。这群人的嘴脸真让人反胃。周谦跟我大学就在一起了，我自认为对他的人品是信得过的，所以心中存着一丝希冀。希望他明事理，和我一起阻止这场离谱的婚闹。可当时的我没有想过，他兄弟都是这种傻叉样，他又能好到哪里去？周谦阴沉着脸走过来，在我面前站定，然后给了我一巴掌。他怒吼：“大喜的日子你特么捣什么乱？让兄弟们高兴一下不行吗？”响亮的一声，让嘈杂的环境瞬间变得安静。我被打得一歪，发冠上的珠子随着我的动作甩在我的脸上，力道重的我生理性的眼泪马上出来了。不知道是谁喝彩了一句，人群中有人嗫嚅了几句：“谦哥牛逼，这样才管得住婆娘吗？”我就说：“你媳妇性格不行，离谱，太特么离谱了。”我舌尖顶了顶受伤的左颊，冷静地回头，拿东西遮一下，一会儿跟我走。随即将头上的发冠摘下来，砸在周谦胸膛上，给了他一耳光，顺便把他们没用完的酸奶使劲地塞在他嘴里。看着他因为我过于用力而刺出的血痕，指着他鼻子骂道：“我告诉你，周谦，这婚不结了，你特么明天去民政局离婚。还有，如果谁特么再敢拦着我走出去，我身边也不是没有警察局的同学朋友或者亲戚，只要你们敢，那就试试。”周谦人都傻了，有时候声音大是可以震慑别人的。趁着他们忌惮之际，我带着苗苗他们走出去，一出门我就去街外找车。我威胁一个伴郎把钥匙给我，他给了，我让他们3个全部挤进后座。我打开驾驶座的时候，周谦正跑过来拦我，身后还有那一大票兄弟，有几个冲得快的，拦在了车前。我不管不顾，直接一脚油门冲了出去。我就不信了，这种只会欺负女人的东西，真的有那么大的勇气？果然，他们识相地跑开了。我抹了2把脸上残留的眼泪，月山和苗苗还在哭。从车前镜看过去，能清晰地看见他们身上的一些伤口。吴恙已经冷静下来，问我们现在去哪儿？我握着方向盘，气得颤抖，连声音都变得阴沉。公安局借着婚闹的恶俗来行不轨之事，这群人是有恃无恐，还是脑袋被门挤了？不让他们付出代价，我就不叫陈一桥。我驱车直接回了我家的县城。是这边的婚闹，这个习俗肯定是出现了很久的。我担心直接去该地的公安局会不予受理，毕竟在他们看来，
可能这件事情已经见怪不怪，但我很清楚，我们家这边的习俗是没有婚闹的，顶多就是让新郎接新娘的时候困难一点。这种借着婚闹当流氓的事情绝对没有，所以在一开始我就没有问过周谦他们那里到底有没有婚闹的习俗。我气得打了一下方向盘，当时的那种无力还萦绕在我心头。如果当时我没有出去的话，苗苗他们出了什么事，我肯定不会原谅自己。车内很安静，月山和苗苗已经睡着了，只是睡得不安稳。周谦不停地给我打电话，我直接拒接了。最后实在心烦，索性关机，无恙定定地看着我。一瞧，你确定要离婚吗？我顿了一下，周谦跟我怎么说也谈了3、4年，中间虽然因为三观不合分开过，但是还是复合了。说实话，结婚和谈恋爱不一样，结婚对象是谁对于我来说不重要，我只是为了完成我父母的期待。在我分手之后，我妈就着急的给我物色相亲对象，但没遇到合适的，周谦又过来求复合，所以索性还是找一个有感情基础的。虽然周谦挺多小毛病的，但人也算上进。但此时我眼神坚定，天色已经晚了，警察局也比较冷清，我带着他们进去报案。警察看着我们有点惊讶，毕竟我身上还穿着繁复的绣和服，而吴恙他们正穿着淡粉色的伴娘服。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所有私人物品都是他们带着的，放在了包里。我拿出身份证，我要报案，有人猥亵我的3个朋友，强奸未遂。等一说完，警察局内开始忙了起来，他们3个被带去问话和取证。我坐在一旁的椅子上，揉了揉太阳穴。今天的变故发生得太快，完全超出了我能承受的预期。从小到大都没有经历过这种伤害，而今天的伤害却来自于我准前夫的朋友和亲戚，真是可笑。我身上的绣和服太重了，压得我整个人喘不过气。我站起身，外面的商店还没有关门，我要去买身衣服，顺便给苗苗他们买几件。莫不说他们的衣服已经破破烂烂，穿着它也会让他们记起来不好的事情。街上行人寥寥，我终于忍不住坐在花坛旁边哭了起来。之前一直在他们面前强撑着，此时终于可以放松了。当时他们遭遇了那么多咸猪手，心里到底是有多么惶恐，多么害怕。而这一切都来源于我的不慎。要是我早一点知道周谦家乡有这种恶俗的婚闹，是不是就可以制止这种行为，让他们可以免遭这种侮辱？心情平复好之后，我走进商店，去买了4套衣服，顺便去买了瓶卸妆水。付款的时候，我将沉寂已久的手机开机，就看见数百个未接电话，里面大多数是周谦的，还有周谦爸妈的，我爸妈的，亲戚朋友的。我捏紧手机，周谦的电话又打了进来。这次我接了，周谦的声音又惊又喜。一瞧，你终于接电话了，我知道我错了。你在哪里？我现在开车去接你。我冷声道。你错在哪里了？他愣了一下，讨好道。我当时不应该打你，但是你也知道，我是男人嘛，男人都好面子，你在那儿那么不给我面子，我脑袋一热就打你了。我现在真的知道错了，真给我气笑了。所以你觉得我维护我朋友是不给你面子，阻止这场杀千刀的婚闹是不给你面子？你面子真大呀，用打女人的方式来维护脸面。当时他们说你管得住婆娘的时候，你怕是心里都乐翻天了吧？此时我真想撕开这个禽兽的皮囊。他一直在私底下扮演得很温顺，不过他在外人面前也很温良，但现在这种行为真让我接受无能。
我的声音里已经染上了疲惫。行了，别说了，周谦，咱俩就这么断了。明天8点就去民政局，咱们离婚。他乍一听这话，就开始呛声，先前的认错态度一点都看不到。陈一桥，老子给你脸，你就接着。你们现在在哪里？今天你要是回来，我们就还好好的。再说了，他们闹婚也是图喜庆，又没弄你，你那么上纲上线做什么？不与小人浪费口舌，我直接挂断电话，然后给我爸打电话。现在他们估计挺焦急，电话一接通，我爸就关切地问我：一桥，你现在在哪里呀？周谦都来家里找了一趟了，你舅舅他们也来了。今天我逃婚的事情他们都知道了，肯定免不了一阵盘问。爸，我打算跟周谦离婚，今天的事情你们应该已经知道了，我就不多说了，反正他的态度不明了，我也不想再跟这种人在一起。具体的等我回来说，让舅舅他们回去吧，不用担心我，我没事。又说了2句，二老欲言又止，在我们这种小县城，如果离婚后再结婚，免不了被人说成二进笼，我们当地方言只再婚的女人，所以他们肯定为了我的声誉着想，不想让我离。但是我意已决，也没什么好说的。挂断电话时，我想起来一个人，肯定很关键。当时的婚礼事宜都是我一手包办的，周谦当时在做一个项目，所以婚礼的摄像也是加的我微信。我看着他微信的昵称，婚纱摄影后面跟了一串电话号码，我直接打了过去。喂，陈小姐呀。我嗯了一声。林先生，我今天在婚闹那里看见你了，你应该认识我的闺蜜吴恙和月山吧？当时我看见你拍他们了，能不能将视频给我？其实这种隐私，我们也不太好给你们，我们要报警，到时候警察也会来找你们。你现在给我也能给你省去不少麻烦，你觉得呢？那头沉默了半晌。陈小姐，其实是风俗都这样，这个也没什么好查的。我坚定道，把视频给我，我不想管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习俗，犯错的得跪下，这得认。3人中受到侵犯最严重的是月山，身上的私人衣物都有好几个人的指纹，他的脸依旧苍白，没有血色。你知道吗？我始终记得一张脸，他满口黄牙，身上还有烟味，他一直摸我，还笑。可是我真的很害怕。月山目光空洞，怔怔地说。我捏紧了拳头，我大概知道那个人是谁，就是我看到解裤带的那个人。他叫周远金，是周谦的一个亲戚，做钢材生意，40多岁，家里有1对儿女，真是恶心。自己也是有女儿的人，怎么会对别人家的女儿做出这种事？我已经将摄影给我的视频转交给了警察。众所周知，视频是不能 P 的。月山和吴恙受到的伤害在视频里显得更加惨烈，他们奋力阻止，却唤不醒这群恶魔的良知。好几个女警看了都紧皱着眉头，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去找这些禽兽了。我把手里的衣物全部拿给吴恙3人换上，他们身上的衣物全部要留在警局方便取证。所有的事情忙到了12点，我将周远金和周谦家所在的地址全部告诉了他们，他们立刻就出警了。涉及的人比较多，有个女警叫我们可以先回家，到时候等抓到人了再找我们。从警局出去之后，我把他们带回了我之前租的房子，是我为了方便，在银行旁边租的。中间又接到了周谦的电话：一桥，你别再生气了，我去丈母娘家找你，发现你还是没回去，你现在到底在哪里？他又开始了他的伪善。我疲于应对，你现在没必要再装腔作势，这个婚咱们肯定得离。
我届时会把那8万8的彩礼和你的东西全部退回去。同理，你也要把我的陪嫁和给你买的全部退给我。咱们明天当面退，民政局见。你几点有空？周谦沉声道：我不会跟你离婚的，这次的事情是我错了，下次我保证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。你别生气了。我直接挂了电话，像块狗皮膏药似的，甩都甩不掉。现在离婚还有1个月的冷静期，我真后悔提前把证领了。月山去洗澡了，整个房间都在我结束通话之后陷入凝滞。我开口：喝酒吗？这一晚我们聊了很多，我一直跟他们道歉，我的自责和无措都在酒后完全暴露了出来。纵使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但是今天的惨状发生也有我的责任。他们哭着抱住我：毁了你的婚礼，对不起。他们怎么会对不起我呢？明明自己才是受了天大的委屈的人。有时候这些姑娘就不应该这么善良。闹婚闹的是伴娘，如果我这个新娘子没有出面，那整件事情肯定会往更严重的方向发展。等到他们睡着后，我给王姐发了个微信，让她帮我跟领导说一声，明天下午我照常上班。今天的事情已经将我的脑袋扯成了浆糊，我要赶紧工作，放空一下自己。周谦明天肯定不会去离婚，这种事情得从长计议。我父母那边可能一时改变不了他们的思想，不过我想他们会理解的。可我没想到，我到银行的时候，居然有人来找我麻烦。我都还没进门呢，就看见好几个中年女人正在银行门口，也不进去。看见我的时候，眼睛都迸发了恨意。大姐，是她吧？我皱着眉，一时间脑子有点懵。那几个大妈直接过来，嘴里咒骂着：啊！我痛呼一声，他们将我围住，有些人直接上手抓住了我的头发。四周的人很多，但是都不敢上前。你们有病啊！放开我！打死他！一个穿着还算得体的女人，头发染得焦黄，此时红着眼打了我一巴掌。都怪你，要不是你，我男人能进去吗？我们家孩子毕业后考公务员怎么办？啊，怎么办？他歇斯底里，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。我头皮被扯住，无奈地往后仰，他们尖锐的指甲刺破了我的皮肤。我男人们闹婚不也是为了你们夫妻好啊？都是女人，怎么你就不行？狐狸精！早知道老娘就不叫我老公去参加你们的婚宴了，惹得一身骚。他们留了案底，我们怎么办？啊，我们孩子怎么办？以后他们还怎么考编制？几个妇女不停地用脏话辱骂我，我的脸上应该已经出现了红色的掌印，衣服被他们东拉西扯。我终于记起来这些人是谁，可能是警察已经通过视频找到了这些人的老公，所以现在是在给他们的老公申冤。只是这些人扯住我的头发，手还不断撕扯着我的衣服，我无力反抗。终于，几个保安注意到了我。我平时跟他们的关系都处得不错，所以看到我的情况，立马过来拉偏架。等到他们被拉开，我的头发已经被他们扯了很多下来，我的脸也被打红了，身上的衣服被扯得凌乱，周围的人群围得越来越多。这群人真够社会的，现在一个两个不去怪自己的丈夫，而来怪受害者。他们被保安制住，我尽量平静地对保安大哥说：大哥，麻烦你们先制住他们一下，我现在报警。而那群人还在辱骂，周围还有不少人开始录视频。哟，这小姑娘看着标标正正的，这是做了什么才被这么打？还能是什么？肯定是那啥了他们老公呗，确实就差不多是这个可能了。我听着周围的窃窃私语和一脸看好戏的笑容，烦躁地啧了一声。如果我不发声，被这群人发到网上，不知道怎么歪曲我呢。
把这场闹剧编成正式合伙打小三的戏码也有可能。我将手中的包扔在地上，发出了砰的一声，瞬间安静了。你们不是想见你们老公吗？等我把你们也送进去就能见到了。你们的老公在我婚礼上猥亵我的伴娘，把人家衣服都扯烂了，做了什么事你们不知道，还说我害得你们儿子女儿不能考公。你们男人色心泛滥的时候，怎么不去想你们儿女？所以你们来打我是想干什么？有那么无知吗？这种事情也是可以私下和解的。但是你们现在闹这一出，不把你们老公放进去蹲几天，真的没办法把你们臭了这么40多年的思想教育回来。还有你们单方面打了我，想好是赔钱还是进去陪你们老公吧。周围的吃瓜群众这时候也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原来是这样哦，这群女的真的是助纣为虐。小妹，我已经帮你报警了。那群女人大概是几十年前的思想，还是以男人为先，所以脑袋一热就来找我麻烦，压根没想到有什么后果。此时脸上都失去了血色，警察很快就来了，将我们带去公安局，才1个晚上就回来了。我的心情真是特别复杂。无恙、苗苗和月山也赶来了。他们心疼地看着我的伤势，之后周谦也过来了。他看了一眼我，脸色不太好，要不要我带你去看医生？我跟周谦这几年还是有感情基础的，所以他温柔的语气也让我一阵恍惚，不过很快就清醒过来。昨天他为了面子打我这件事情，一直是我心里的一根刺。你不用这样，我的决定还是不会改变。我要离婚，陷入了泥潭之后，当然要快点脱离，不然泥足深陷，谁都救不了我。果然，他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，估计他在那边也过得不好。我这么一闹，他指不定折了多少面子呢。毕竟他组长袁桃应该也进去了。我揉了揉太阳穴，可能因为我们工作的地方不同，聚少离多。他在生意场上逐渐变了，我也不太知道。警察问我们怎么办，一般这种打斗情节不严重，建议私了赔钱。我接受私了，但是无恙他们的婚闹事件绝对不妥协，要走司法程序。剩下的事情由无恙他们去解决，因为他们是受害者，无恙是拿得住事的。我还要去医院，那群女人的子女也来了。毕竟爸爸妈妈都被抓进去了，过年都没这么热闹。其中有一个应该还在大学读书的男生走过来，姐姐，今天的事情是我妈做的不对，我们来的时候商量过了，你的医药费我们全出，这件事情就私了，行吗？这些人都是周谦的亲戚，周谦也在旁边劝我，这事儿就算了吧。我冷哼一声，这件事情你参与了吗？他讪讪道，我当然没有，那关你什么事？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我们家虽然家庭情况一般，但从小到大就没让我吃过什么苦。周谦也差不多，只是不知道怎么让他养成了家里横的性格。长指甲划出的血痕还在隐隐作痛，我的火立刻就上来了。行啊，10万块钱，我就接受和解。这些孩子有高中辍学的，有还在读书的，我也不想为难他们。他们回去商量了一下，答应了。签完和解书后，有个小姑娘大着胆子来问我，眼眶红红的，眼底青黑，一看就是没睡好觉。嫂子，那我爸爸能私了吗？他已经进去那么久了，久还没到24小时，怎么算久？无恙他们心里萦绕不去的心理阴影才算久。我定定地看着他，我能理解他想要父亲不坐牢的心情，但是如果当时被婚闹的人是你，你会像现在一样祈求他出来吗？这件事情，自从我报警之后，我听多了很多人说我大惊小怪，说我上纲上线，
但是如果这件事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呢？你能忍受被大自己一轮，满嘴口臭的人亲吻？你能忍受得了被10几个油腻男关在一间屋子里，撕扯你的衣服？你越反抗他们越兴奋吗？或者你忍受得了被他们捏住嘴巴，灌酸奶，开黄腔吗？那个小姑娘愣住了，眼泪夺眶而出，蹲坐在地上，肩膀不停地颤抖。旁人只是听了都受不了的程度，这些事情却因为我的原因发生在我的好朋友身上，我尚且都原谅不了自己，怎么可能原谅施暴的人？我跟银行请了病假，回了老家。我爸妈很担心我，鬓角都生出了一点白发。我爸爸是很朴素的中国式大家长的作风，看见我回来还是沉默着，就是看见他在厨房抹了抹眼泪，给我炖了老鸭汤。我妈妈心疼地看着我，嘘寒问暖了几句，最终还是扯回到我离婚的问题上。乔乔，你真的要离婚啊？我强硬道。对，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。我妈还在劝，其实那天周谦打你，他是回来认错了的，跪下来给我们磕头道歉，夫妻之间磕磕绊绊少不了。但是妈，周谦当时那种情况一点都不阻止，还觉得我落了他面子，我真的很失望。这种人真的没什么好值得托付的。可是你离婚的话，我知道他想说什么。我要是刚结就离婚的话，那我在这个县城怕是会名声不好。刚结婚就把新郎的亲戚朋友送进局子里，谁家敢娶这么个母老虎？大不了我就出去。我在大学的成绩很好，还是能找得到工作的，就是爸的身体不好，以后要让你照顾。我爸年轻的时候在工厂做工，吸入了很多粉尘，所以一直咳嗽，这2年越来越厉害。我当时没有留在大城市，主要也是想回来尽孝，毕竟子欲养而亲不待的事例太多，我不想做其中一个。最终说服了我爸妈。吃完饭后，我在房间刷某音，发现一个婚闹的新闻居然上了热榜。这一看，居然是我，热度很高，评论特别多，是一个新闻号发的。准确来说，是很多新闻号。标题是某地发生恶俗婚闹，强硬新娘奋力阻止。视频里是我的声嘶力竭和吴恙他们的哭声，视频里的人都在脸上打了马赛克。文案：这件事情大家怎么看？我打开评论区，最高的热评是：这个新娘可以处。我当年做伴娘的时候，被绑在树上供那些伴郎欺负的时候，新娘也不知道来拦着，就是不知道这个新娘现在怎么样了。底下几千条回复都在说自己的悲惨经历，原来婚闹很多地方都有，被迫害的女孩数不胜数。我也在上面发了一条评论，准备离婚中，他还打了我一巴掌，不过我还回去了。那些油腻男也被抓了，坐等司法程序，情节严重能蹲1、2年。不过渣男不同意离婚。发完之后，我就睡了个午觉，这2天一直没睡好，今天还被打了一顿，真是垃圾的人生。一觉醒来，发现我的某音互动那里有99加条消息，点开一看，原来是因为我被新闻号回复了，所以我的评论被顶了上去。新闻号回复我：哇塞，正主来了，希望你以后天天开心，不被凡事所扰。后面也有好多条回复，羡慕你的勇气，你真的很棒，希望婚闹不要出现在这世界上，抵制恶俗婚闹。为什么这种婚闹还会存在？到底是谁在纵容？我一条条看下去，发现都是些温暖的回复，鲜少有不和谐的声音。我把他们一条条截图发给吴恙他们看。我退出来后，发现还有不少人给我发了私信，大多数是女孩，因为太多了，不想一条条看。但有一个头像是皮卡丘的女孩的私信吸引了我的注意，
他的网名叫苹果。姐姐，看到你的视频才发现这世界还有你这样善良的人。你现在肯定受了不少挫折吧？我也曾经在是作为伴娘参加过我好朋友的婚礼，但是这件事情一直是我心里的梦魇。那几个姐姐因为你的保护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伤害，但是我却被彻彻底底的欺负了。那是个30多岁的人，可我当时还在大学，我的人生明明才刚刚开始，但是身边所有人都在怪我，说我不应该穿伴娘服，这才吸引了那群人的注意。我父母很保守，不想让这件事情公之于众，会影响我之后的人生，赔了几万块钱了事。可我认为这样的人生毫无意义，我紧皱着眉头，开始一条条的看私信。皮蛋瘦肉粥，姐妹，你太勇了。当初我被那群男人灌牛奶，个个在我身上揩油，不过我当时使劲挣脱了，因为我学散打的，就把其中一个男的头往墙上撞，都见血了，他们才怕了。但是我跟当时的新娘决裂了。Funny day， 看到你的视频真的给了我好多慰藉。我也在是当过伴娘，只是那次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。那时候网络还不发达，我们当时被闹婚的伴娘好几个都想不开，发誓再也不当伴娘了。可是那些臭男人还在逍遥法外，一条条的看下去，我的眉头皱得更厉害了。这里面很多都是曾经当过伴娘的人，明明只是帮朋友做伴娘，却遭遇了从未有过的噩梦。这些私信让我认识到，这场闹婚解救的不只是我的3个闺蜜，还有很多曾经的受害者。我看完私信后去搜索闹婚，发现前不久也出现了伴郎摸伴娘大腿的事件，只不过引起的关注不多。这时某音又给我发来私信，那个人的昵称似乎是个新闻号，叫雪狐新闻。我点开，是他发来的邀约。雪狐新闻，您好，刚刚在社交平台上看见了您的发言，知道了您是这场婚闹的新娘，您的做法令人钦佩。我们新闻社正在策划一场反婚闹的主题，诚邀您接受我们的采访。盼复，我没有来得及回复，因为周谦带着人上门了。他和他爸妈提着大包小包的，跟我爸妈在客厅说话。周谦爸深深叹了一口气，其实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局面是我没有想到的。我们那里一直有婚闹这个习俗，他们那天是过了点儿，但也是为了他们小2口的幸福着想。我打断，这个恶俗跟我的幸福是怎么扯上关系的？周谦妈老神在在道，我们那儿有个说法，闹得越凶，新人越幸福。我气笑了。2022年了，终究还是没将后头的重话说出口。毕竟这些人是长辈，我爸也开口了，您今天来是想怎么样？二老一愣，拉过周谦，肯定主要是为了让一乔和周谦重归于好啊。我开口，然后呢？肯定不止这一个目的吧？还有就是，他妈妈还没来得及说完，周谦直接给我跪下了，哀求道：“一乔，那天我真的错了，但是这几年我对你还算好吧？节假日我也不会忘记给你礼物，你就不能原谅我这一次吗？”我爸妈都有些动容，不知所措地坐在一旁。我知道他们都想让我原谅他，可是我当初跟周谦复合那一次，本来就是迫于父母逼婚的压力，又觉得他老实本分，他是上进，虽然当时聚多离少，但也是可以结婚的对象。这几年的感情也在异地中趋于淡漠，所以这次我是铁了心不回头。我带他出去见吴恙他们的次数很多，所以他们也很熟悉。他当时可以在我朋友受到伤害的时候冷眼旁观，我怎么敢相信他值得我跟他组建一个家庭？我摇头，周谦，你不用再说了，我的性子你肯定是知道的，我骨子里比较强势，
但你那天打我那巴掌是为了什么？一时冲动，还是觉得已经取到手了，所以可以随意打骂？你是个有自己判断标准的成年人，所以你当时肯定是在主观意识下做出的行为。你现在说自己错了，是真心还是假意？你自己难道不清楚？他还想辩解，我却不想听了。如今我剥开他伪装的外皮，露出血淋淋的本质。我一直都看错了，他一直是个窝里横的人。他打我的那一巴掌是想在众人面前立威，说明他管得住女人，他是家里的主事人，所以可以丝毫不顾及我的尊严。他也看错我了，他觉得我肯定也受到传统思想的腐蚀，会为他是从，却没想到我也是个硬骨头。周谦愣愣地待在原地，周谦妈却开口了：“那你能不能叫你那几个朋友撤诉？你知不知道现在因为你告他们，我们家已经都快活不下去了，真实目的暴露了。不能，我支持他们维权。”周谦抬头，慢慢从地上站起来，眼底满是欲色。反正我不离，不论你说什么，如果我不离，你也没办法。无赖！我恨恨地望着他，彩礼我会退回去，你自己接收。这个婚，你不离，我确实没办法，但是如果持续分居，我不信法院会不判。那就试试。他挑衅道：“看来离婚没那么简单。他们在我家碰了一鼻子灰之后走了，关系闹僵成这样，我不知道不离婚能怎么样。”我打开私信，本想回复雪豹新闻的私信的，毕竟我私心想要这种婚闹不再出现在任何地方。但是却看到了另一条私信，头像是一个长相清纯的女生，昵称叫小梨田。她发的话特别的简短：“小梨田，新郎是叫周谦吗？”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条私信让我有一种很强烈的宿命感，就像是破局的关键。我赶紧回过去：“是的。”我忐忑地等他回我，心里不断打鼓。这个人怎么知道周谦的名字？过了大概1分钟，小梨田，那个视频我看见了，只给几个看得清脸的打了马赛克，镜头一晃就看见了。新郎叫周谦，可以加 VXL 吗？他发来一串微信号，我马上跳转微信页面加他。小梨田很快通过了。小梨田，你好，我叫李田，你应该知道我吧？我说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。小梨田说：“呵，周谦居然没跟你说过我。”我说：“你跟周谦什么关系？我真的好奇了。”小梨田说：“我是周谦的前女友，我其实听说过你。”我说：“你可以细说一下吗？感觉你对他很不耐烦的样子。”放心，我现在也对他特别不耐烦。小梨田，姐妹，那我可来劲了。你听我细细道来，我其实知道你和我都是被他骗了的人。他大学时候其实长得挺不赖的，所以他就在社交软件上跟我网恋。大4的时候，你们也是大4确定关系的，对吧？我说对。小梨田说，当时我看他 P 的那些照片挺帅的。我当时其实才大2，跟你们不是同校，但是是同城。他就跟我聊天，每天早安午安的，我就沦陷了。所以我在9月24号的时候去找了他，但是这傻叉跟我看了场电影后就要去开房。我本来不答应的，但是他态度强硬，说我不去就是不爱他。我说等等，9月24号。然后小梨田给了我一个现实的耳光。小梨田说：“姐妹，你没记错，当时那傻叉生活费用完了，你当时应该还在跟他暧昧的阶段，所以他跟你借了500，这是我趁他睡着查手机的时候发现的，所以我马上跟他吵了一架，后来就掰了，联系方式也全部拉黑，因为当时他在跟你暧昧，还跟你借钱，所以我觉得你肯定是不知情的，
也没去找你说这些事，直到今天看到了你的视频，发现你是个性情中人。这男的真的特别渣，老给自己立老实人的人设，实际上比谁都阴。我不知道他图你什么，但是一定要离婚。这男的要不得。聊了几句后，我关闭手机，融着月色想接下来应该怎么做。我烦躁地抓着长发，是被背叛的那种生气和对自己对这些事情毫无察觉的无奈互相交织，让我一口气差点上不来。虽然当时我跟周谦还没确定关系，但是我们的纪念日我记得非常清楚，是在9月26号。所以周谦到底是怎么赶的？我秉承着尊重对方隐私的原则，从来不看周谦的手机。就算是结婚，我也相信他老实本分，果真是个老实人啊。至于他图什么，我想，可能是我爸承诺给我的一套房。周谦爸妈是务农的，而周谦本人积蓄不多，虽然工资1万多，但买套房远远不够。我爸爸以前不在工厂做了之后，开始做生意，有了一点钱，现在经济不景气，生意也没做下去了，但还是有一些积蓄。他在饭桌上曾经承诺过，等我结婚送我一套房。可能是周谦听进去了，所以我跟他商量买房的事情时，他总是顾左右而言其他，还不断给我画大饼，说等到他存了更多钱的时候再买，不然房贷压力大。而且偷吃的老鼠不可能只偷吃这一次，这种情况肯定不是小概率事件。我去了周谦工作的是，这是我们这儿的省会，所以相对于我工作的地方要繁华一些。他的工作是做一些大型活动的策划，我跟了他3天。这期间，吴恙他们那里的情况发展得很好，虽然时不时有人跟他们求饶，但是吴恙态度强硬，愣是将他们都挡了回去。我现在只需要管好离婚的事情就好。周谦这儿也有一定的进展，比如他跟一个女人进酒店了，那个女人浓妆艳抹，身材很好。我冷笑了一声，原来在我不在的日子里，周谦都过的这种逍遥日子吗？还好我之前做了婚检，显示身体没什么毛病。10分钟后，我将结婚证放在前台，微笑：“你好，我刚刚收到了一笔我老公的付款记录，我想知道他现在所在的房间。”拿到房间号之后，我报了警：“喂，我要举报某某酒店，这里有人聚众非法交易。”周谦的父母没有办法及时赶来这个事，且他们这种腿脚不方便的老人家，周谦也不可能让他们来，所以剩下的人选只有我才能把他保释出去。我特地在咖啡馆里坐了一下午，直到夜幕降临才走进警局。周谦脸色很不好，很苍白，胡茬都冒了出来。明明才1个下午，先前特地打理的头发现在显得杂乱不堪。他的眼神躲闪，我奋力止住上扬的嘴角，才让他不好发现这事儿是我做的。一瞧，你把我保释出去吧，他祈求道。我笑了一声，讽刺道：“我的新婚丈夫做了这种事情，真的很丢脸。你要不要一起进去陪你的亲戚们？求你了。”他语气焦急。我靠回座椅：“可以，不过你要跟我离婚。”他一听见这话就握紧了拳头。我不想离，我明明那么爱你，你真的不要玷污爱这个词了，我真的听够了。你爱我，所以耐不住寂寞；你爱我，所以我被迫成为了你和李田那段关系的第三者。他的肩膀垮了下去，肉眼可见的慌乱。我冷眼看着他嗫嚅的嘴唇，想看他还想怎么辩解。你怎么知道李田的？我挑眉，看来他是不想装了。他前不久找到了我，我才发现我替你付了房钱。周围的女民警皱着眉看他，他就像是架在刑台上的凡人，接受着世人的唾骂。他果然很爱面子，咬着后槽牙，红着眼看我。
好，我们离婚。现在有1个月的冷静期，所以我要你自己录一段视频。他暴怒，双手砸在桌上，有必要吗？你还要怎么羞辱我？难道是我强迫你做这种事的吗？我淡淡道，这样的结局是我单方面造成的吗？责任在于我吗？他嚣张的气焰灭了。为了防止我保释你之后你会后悔，所以现在录一个视频，你将在这段感情中背叛我的情况一一说明，不可以遗漏。要是我不满意，我绝对不会保释你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压抑着心中的怒火。我将镜头对准他，说吧，我对陈一桥女士造成了很多伤害。他说了很多，我知道的不知道的都说了，语气哽咽。结巴，充分说明没有提前打稿子，非常的真实。我收好手机，将视频第一时间发在了闺蜜群里，然后沉默着帮她办保释程序，将她带到了一间咖啡厅。我将雪报新闻给我发的私信给她看了之后，道：他们要采访我，我刚才也接受了。这几天你就去请假，明天我希望能看到你，我们去离婚。我不忘威胁他，如果你后悔的话，我会将这个视频公之于众，不管是用哪种方式。你的工作你很看重，这份工作也很在乎员工形象。你要是不想成为让人津津乐道的新闻主角，就配合我离婚。他始终沉默着，我望着窗外，慢条斯理地喝咖啡。喝完后，我拿着包站起来，缓声道：我先走了，咖啡钱我付过了。周谦这才开口：一桥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我内心毫无波澜，我相信他没有骗我。可是我现在也真的觉得你很恶心。1个月后，我拿着离婚证去找吴漾他们。吴漾的男朋友是个警察，叫秦池元，因为这次的事件认识的。他要请我们吃饭，那些对他们造成伤害的，有判刑的，有赔钱的。不过有些法院还没判下来，也快了。事情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秦池元和吴漾做了一大桌吃的，还有秦池元的同事也来了。电视里播报着关于我的新闻，是专门做的一次婚闹主题。他们调侃我上镜真不错，我笑着打他们。电视里，我清和的声音还在继续。我只是希望不要让婚闹成为不法之徒的借口，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，应当尊重对方。低俗的婚闹跟恶劣的耍流氓没有任何区别，并且将它合理化，无视作为人本身的尊严和隐私。我只是希望每一朵花都可以肆意绽放，我只是希望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善待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